女性一定要成為吸金體質。你還真別不信，女人一旦開竅了之後，錢真的是會追着你跑的。不是說你去追錢，是錢會主動來找你。你現在就把吸金體質4個字打在公屏上，打完了之後，我告訴你為什麼錢会來追着你跑。如果說到現在你還觉得賺錢是通過靠你卖的苦力才能夠賺得到錢，錯，賺錢賺的是腦子，賺的是思維。你每一次看到這幾個字的時候，就是在提醒自己，你要當價值的創造者，而不是就是时间的奴隶。你卖时间，时间卖完了，你啥也不剩，啥也没了。你創造價值，價值就自然會給你滾雪球。我不知道大家發現有一件特別神奇的事兒也是特別困擾的大家一件事兒。同樣是一天8個小時的工作，有人能夠月底拿3000，有人能夠拿3萬，有人能夠拿30萬。同樣去搞一個副業，有人累成狗還得倒貼點，那麼有的人躺着就可以把這個錢賺了，差在哪兒呢？差在努力嗎？差在勤奮嗎？不是，差在腦子開沒開竅。你拼命努力加班的樣子確實非常的感人，但是唯一感動不了的就是你銀行卡的餘額數字的長短。所以說我告訴你，你那些看起來所謂運气很好的人，根本就不是他命好，是他們能夠摸透了這個吸金的底層逻輯。你窮不是因為你不夠拼，也不是因為你不夠努力，是因為你的思維就是卡在了這個最底层，就是像那個開拖拉機一樣，对吧？你想去追上這個高鐵，你的油門踩到底，踩到地上它都沒有用。那麼啥叫吸金體質呢？說白了就3句話，很簡單，你幹的事兒是市場真正所需要的，你幹的事儿是越幹越值錢的，你花的時間能夠產生複利。所以說別再拿你的時間去換錢了，時間是你最寶貴的東西，花1分你少1分值錢的人呢都是在拿價值去換錢，那麼價值這個事兒它就可以無限放大了。當然這個時間它就肯定不行了。那為什麼大部分人都是非常窮的？你仔細考慮考慮，因為他們還在用石器時代的方式賺現在的錢，也就是說賣時間。那會賺錢的人呢，其實他早就已經跳出來這個坑了。時間一天只有24個小時，你工作最多8到10個小時，你再怎麼拼它也是有天花板的。但是價值它不一樣，價值可以无限的去複製，无限的去放大。你一份時間可以賣1次和賣1000次，那能一樣嗎？对吧？所以說為什麼你越忙越窮，越窮越忙，忙到最後一無所有？因為你幹的那個事兒沒有任何的積累效應。你今天幹活，今天有錢，今天能吃飯，那明天躺平，明天就得喝西北風，对吧？所以说你的收入被这個時間鎖的是死死的，一天24個小時，你就是不睡覺不吃飯，你也就是24個小時，你工作最多10個小時，這叫做戰術上的勤奮，掩蓋戰略上的懶惰。看起來讓你自己是非常的忙，其實你是一直在原地打轉。但是吸金體質的人他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們今天幹的事兒可能明年還在能給他們賺錢，他們的時間越長他收益越大，但是幹活越來越不用幹，就是沒有複利的努力，就相當於你在跑步機上去跑步是一樣的，你累得半死，其實你都沒有挪窩。其實沒有，就是這個吸金體質怎麼去培養其實也很簡單，我按照3步給你講完，你就可以直接上手去操作。第一個是什麼？找到你的稀缺性。很簡單，你越是稀缺，那麼你就越值錢。你別去捲那些誰都能幹的活。所以說你要找你自己的組合拳。比如說你會寫作，但是呢你還懂點心理學你會設計，那麼你還懂點商業，對吧？你會拍視頻，那麼你還要看點數據。就是這種跨界的能力是非常的稀缺的，別人幹不了的你能幹，那麼定價權它就會掌握在你的手裡，對吧？那麼所以說你一定要記住，稀缺就是定價權，定價權就是價值能夠值多少錢，就是你能夠獲得多少錢。第二個，建立你的稅後收入的系統。啥叫可複用的啥叫可複利？比方說你是比方说你就是你做了1次，那麼這個事它能賣無數次。你比方说寫一篇文章，你可以發到10個平台上，錄一套課程，你可以賣給1萬個人，搭建一個系統，你可以讓他自己去跑
那為啥有人睡覺的時候也在賺錢呢？因為他搭建了一套不依賴於時間的系統，一次的投入，多次的去產出，對吧？這才叫真正躺賺呀，躺賺就這麼躺來的。所以說你賣一次的時間賺一份的錢，和你賣一次的時間賺1萬份的錢，差距就在這兒，非常簡單道理。我有一個朋友就是我身邊的朋友，他之前是幹什麼的呢？幹設計的。之前幹這個設計他是按小時收費，每天都忙着的要死，接不完的單子都得排隊，一個月到頭來也就那樣，1、2萬的工資把自己累得都不像個樣洗頭刷牙都顧不上。然後後來他就換了一種思路，他把自己常用的這個設計模板他整理好，他放在平台上，頭1個月他只賺了幾百塊錢，實話只賺了幾百，但是好像是半個月半年左右，就是他的被动收入其實已經默默的在超過了他自己的主业的工資。他还是那个，他能力还是没变，会的东西还就那麼多，但是他思維轉變了，收入的結構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樣的能力，不同的變現方式，結果可想而知，就是天壤之別呀。那麼第3個呢，就是學會加槓桿。什麼是槓桿？當然我不是說讓你去投資什麼東西也不是讓你去進什麼股市，不是這樣這不叫槓桿，這叫賭，好吧？這不叫槓桿。什麼是槓桿？就是用最小的投入去撬動最大的產出。最簡單的槓桿就是平台和工具，短視頻和工具。你一個人最多只能服務10個客戶，對吧？但是你開一門線上課呢，你能夠服務1000個、5000個。你寫一篇屬於自己的文章，比方說你發的時候他沒幾個人看，那麼如果說被大號一轉，全線的網紅可能都能看到，對吧？那沒有槓桿的努力就是一個線性增長的思維，幹1分賺1分，幹1塊掙1塊，幹10塊掙10塊，你累死也變不成富人。這個時候肯定有人要反駁我，要說了，我沒資源，我沒背景咋辦呢？我告訴你，吸金體制跟你的資源、背景、人脈沒有半毛錢的關係，跟思維有關係，對吧？你現在就能夠開始，比方說積累你的稀缺性，搭建屬於你自己的系統，找到你自己的槓桿。那這些呢，它不需要本錢嗎？它不需要，需要的是什麼？你能夠跳出你現在的舒適區，用新的方式去想新的問題。窮人和富人最大的差距是什麼？不是銀行卡的餘額，不是錢財固定資本的多少，是敢不敢打破慣性思維。你比如說我自己當時在最窮的時候我天天工作到半夜，但是我的收入呢還是少得可憐後來呢我就用這種開始刻意的練習這種吸金的思維，不去接那種一錘子買賣的活不去做，那麼專門去找那種能夠持續產生價值給自己複利的事情比方說短視頻就是其中一個，對吧？那你一開始可能非常難沒人看你，那麼因為你要放棄眼前的錢去賭一個長期的回報，這件事你一定要學會改變。可能當下不會給你結果，但是如果說你堅持個1年，你的收入結構就是會發生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之前只能靠時間去換錢，但是現在被動收入也開始源源不斷的來給你進入你的收入。所以說真正的開竅就是你從思維開始發生轉變。吸金思維它可不是天生的呀，是練出來的，沒有人天生具備這個思維。那些錢追着對吧？那些就是追着錢，就是錢追着跑的人，都是經歷過從苦力的思維就是再到價值思維的一個轉變。如果不轉變過來，錢不可能是追着你跑的，都是你追着錢跑，那樣就換了性質了他們也不是說更加的幸運是更加的清醒，能夠認識到這件事兒。就他們知道什麼事情努力是有積累的，什麼性的選擇是有複利的，什麼樣的能力是最稀缺的。所以說你一旦開竅了，你就會發現賺錢其實真的沒有那麼難，真的很簡單。但是聽和做是兩碼事，聽到和做到又是兩碼事。當然想做到也非常簡單，就是別貪多。你比如說今天你聽完了我這個視頻，懂得了這個吸金體制，而且有自己的一定的思維，那麼你今天就做一件事，睡覺前拿出你的紙和筆，列出你會的3個技能，不要寫在手機上，你打在評論區也可以，拿張紙寫下來也行，貼在你的桌子上，對吧？那找到它就能夠找到它們的交叉點，那就是你的稀缺性的一個起點。所以說你看看你自己是否能找到
找到了之後，評論區告訴我你的技能的組合拳到底是什麼，然後咱們一起研究怎么把它变成錢。